大家继续早上好。测完刚才那个长服艾琳之后，来给大家测一下这个40周年的 Takara Tomy 重涂改模的一个传世白狮。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艾琳是有眼镜的，它是给了10个片眼镜啊，我很薄一片我没有看到啊，但等一下在评论区说明好了。就它确实是有眼镜的，但是你需要自己动手去弯一弯什么的。那直接来看这一款白狮，它开盒的话是一只狮子状态的摆在里面呢。然后我是已经取出来变成人形了，因为确实是太帅了。然后整个盒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对味。孩之宝的盒呢，我向来是不收藏的，但是塔卡拉托米重涂的一些，虽然它是用孩之宝模具啊，它重涂完之后的一些日版金刚，不管是这一个还是之前的剑桥套啊，还是说那个红蜘蛛闪电大火车那些套装是吧？他们的盒子都是非常非常好看，就除了玩具本身的一个漂亮的一个重涂之外，他们的盒子也会让你有一个比较想去购买的一个冲动，包括这一款白狮，整个盒子我觉得是无话可说，太好看了，就是很还原老玩具的一个盒子的一个感觉。首先就是正面一个大块箱，后面有一个草原背景板，一个白狮，还有一些日文，这些我不懂日文，所以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不管是侧面是玩具玩法的一些展示啊，康宝司令官。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款的战力性确实是有点差，它又倒了，你看。然后后面就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包括侧面，包括顶面，我觉得整个盒子无懈可击啊，每一个角度都是无懈可击。就这样，你把它变成一只狮子之后，摆在那，就这样看都非常的好看的，说真的。然后来看一下这一款白狮的一个人形吧。我这个灯很难去把它那个眼睛照亮出来啊。听说这一款就是中奖非常严重，很多人漆面中奖什么的，这一只也有一点，也不能说一点，还算蛮严重的一个漆面中奖，但是整体的型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之前听说是好像是手的零件装顺边的去返产了还是什么的，反正有一位 UP 他是2只手顺边了啊，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之前就是手的零件装顺边的，所以返产呢还是怎么样，也这个就无从得知啊。那直接来看我哪里中奖呢？我们能看到右腿的这一个金属漆是深铁色的，左腿这一个变成了雾面银的颜色，就2个腿的一个金属漆涂装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深这个浅，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看的，稍微有那么一点设计感在啊。哎，玩变形金刚就是要这样，学会自适应，好吧。然后你看这一个头雕我觉得是蛮正点的，但是这里依然是会有一漆，但是呢这一点小一漆对变形金刚来说，我觉得已经是怎么说，已经算好品相了。这一只除了这里之外，真的算是好品相了。整体的一个人形是非常非常的俊美，没得说。它特别是这个头雕的一个俊美程度，我只能以一个怎么说满分来形容，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硬朗的一个线条，金黄色的一个眼睛，包括金属蓝、银色、金色3色的一个点缀，也导致它也让这个头雕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非常的霸气。包括胸口一些金属漆的一个涂装，包括你看我把这里打开，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涂装，包括这些都是让整个玩具的一个质感有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提升，包括裆部的这样一个黑铁色、金色、金属蓝，我觉得它这一款的金属蓝用的非常克制，非常的点睛之笔啊，特别是手型这一块，但是很可惜它的手并不能转动，包括整体脚的一个涂装，还有这个狮子脚部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可动，可惜没有前后。但是这一次我也要批评，也不是说批评吧，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点，一就是它背包竟然没有卡扣，它竟然没有设计卡扣，应该是没有设计卡扣，我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出来它背包应该卡在哪里。然后包括这2个手这里，我觉得耷拉在后面，有点影响把玩，挺影响把玩的。包括肩膀这也是应该是没有涂装啊，我叠个甲，我个人可能玩的并不是那么严谨，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卡扣，也不是说没有涂装，就是没有卡扣这一块。包括狮子头
这个应该是要收进去，还是应该收不进去？应该就是只能这样放着。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改的非常主要的改动就在这块狮子头上面。我们能看到它是整体的一个鬃毛，包括面相全部进行了一个改模重涂。之前传世白狮的一个人形是没话说，但是被人诟病的就是它的狮子头实在是太丑太呆了。但是这一款重涂改模之后的这个狮子就非常还原动画里的一个造型，然后呢，整体的眼神也变得比较的硬朗，然后整体香槟金的一个涂装也是非常的好看。这一款狮子头绝对是这一次改模最值得去注意、最值得大家入手的一个点啊！就我觉得这样改完之后，确实传世白狮这一款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依然是我们经典的塔卡拉托米，或者说我们变形金刚的一个一贯套路啊。正版变形金刚好吧，它又给你减配了，是它这一次就只附带了两管小炮，剩余的武器你只能去买一个黑狮传世的黑狮才能来进行一个补给。它这次的武器进行了一个大阉割，就让整体的一个可玩性下降了一个档吧，好吧，就没有什么武装去可以给它搭载了。不过呢，我们玩变形金刚的最不缺的就是这些武器什么的，你随便找一把给它拿上啊什么的，因为都是5毫米插口嘛，都是通用的。哎呦，这个好像有点太短了哦。你给它拿上什么的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毕竟插口都是通用的嘛。而且我觉得变形金刚的武器其实怎么说，角色特色武器的一个特征，除了那么少数几个角色，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特别的明显啊，都是通用的。那整体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我们先来看一下正面这边、侧面、背面都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可动的话，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到的。头部大概是这样，头部的一个可动只能说非常的轻微，当然转头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腰部依然是只有平转了。手臂的话，你把这里依然是可以到90度的。这一边因为狮子头的一个鬃毛的一个干涉是只能到这么多，但是呢，这样整块狮子头会影响到非常的一个不美观啊。腰部腰转依然是带的，大腿的一个前踢、后踢、侧踢、平转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脚的一个弯曲，然后呢，这里是带一个非常90度、非常夸张的一个接地关节，但是很可惜没有前后。手臂的一个弯曲不用说，手臂的弯曲是90度了，但是这一块我觉得并不好看啊，这一块狮子腿直接这一大块，然后整体这一个狮子头是你可以把它鬃毛展开来实现一个怎么说狮子盾牌吧，应该算是。这一块可以转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转起来蛮丝滑的。你看这一块转起来是非常丝滑的，但是这样容易让我忘了哪边是哪边啊，就是哪里是头哪里是尾。那接下来就进行一个变形吧，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两个武器，进行一个变形，来看一下它传世白狮的一个兽形做的如何。这一款白狮终于是变形完成，哇，费了我好大一番功夫。主要是我一开始是没有看说明书进行一个盲变，加上我对这款模具并不是特别熟悉啊，然后感觉有很多地方都很干涉啊。那后面也是去给它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给它变好了啊。但是这个非常搞笑的是，它这两个蘑菇桩，你在转动的时候非常大几率会自己转出来，整体的一个失足接地也需要你做一个调整。但是我们能看到，整体狮子的一个完成度是非常之高，不管是你从侧面看，它整体狮子的一个背部、腹部，包括腿部的一些线条，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穿帮的地方，特别是这个背部，我觉得是合得非常漂亮。但是这个合缝你需要自己去调整好，整个背部是非常漂亮的，包括这个鬃毛，这一个金色的一个涂装，然后包括这帅气的眼神。当然，它嘴巴依然是可以张开，里面是有牙齿和口腔的一个涂装，但是这种头你不能从正面看，正面看有点呆傻，你从侧面看就帅很多。说真的，你直接从侧面看就帅不少咯。整体的一个关节并不能说非常的紧实啊，还是有一点松的。就是你看，因为这里是两个球关，这是两个球关，所以它的站立性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个
会去自动往外溜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你这样给它调整好，4足接地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头部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个可动，但是剩下的兽形的可动基本就是脚的一些轻微的一些可动，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整个躯干是不可动的，大腿的根部是可以动的，但是你这样一翘，你看会把这个壳给顶起来，这个合缝就要重新调整，所以说基本就是这样限定死。你因为这样的话跟这个背部是连接是最为连贯的，尾巴是带一个朝向的。但是尾巴就没有上一个金色的涂装了，是一个棕色的一个涂装，棕色的一个成型色。那差不多这一款白狮的一个兽形就看到这里啊，因为确实这种兽形是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或者你把它的鬃毛都展开咯，你看它，我现在放着它都会自动往下溜，鬃毛都展开，可能就帅一点吧，这样你依然是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旋转的一个玩法。但是呢，确实狮子还是这样合上正常好看一点。我非常喜欢它这两边这2个的一个设计，确实是弥补了它一个空洞，颜色也进行了一个统一。那剩下那2个小武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其实就放在盒子里就不拿出来。那差不多这一款40周年的白狮作为预定价，我是非常推荐的，预定是200多，是非常推荐购买。但是现在现货已经炒到了300多快400块钱，我就非常不推荐了，没有必要去高追这样一个东西，等看看之后会不会往下掉，或者说会再版之类的吧。反正呢，这一款现在这个价格去入绝对是不合适的，但是呢，绝对是一款好玩具啊，绝对是一款好玩具。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